不过令萧炎也想不到的是，这神灵的神体如此的强悍如斯，在被神怒火莲正中后，竟然没有陨落，也只能是一记重创而已。这就是准天卫神的力量吗？刚刚我所施展的手段，乃是我的一道神技——暮光之火。萧炎并没有隐瞒，直接将自己有暮光之火的神技给倒了出来，并且萧炎又将暮光之火给召唤而出，一道黄色的火焰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手掌之上，在那疯狂的燃烧着。随着黄色火焰的出现，天地间的温度也在这一瞬间提升了起来。这道火焰，神灵的神色一变，因为他这道火焰的气息极为的熟悉，但是并不确定，当即又问道：这道火焰是神火？此话一出，下方的众神兽强者表情都是一僵，他们怎么也萧炎想到过，此前萧炎体内就拥有2道火焰，其中便是一道神火，此刻又出现了一道神火。要知道，神火乃是大咒的神物，只要收服其中的一道神火，便是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如今这位黑袍男子竟是拥有2道神火，这简直就是逆天般的存在了。只是为什么这道神火的气息与自己族中的那一道神火气息如此之像？听着神灵的话语，萧炎的眼眸竟是挑了挑，听着话的意思好像是说神龙族也有一道神火，并且与自己这道暮光之火的气息相差不大。想到这里，萧炎便是已经猜到了答案。看样子神龙族中也的确有着3昧神火的另一道分裂神火，只不过这一道的分裂神火究竟是什么，却不是非常的清楚了。这么说，在你的族中也有着一道3昧神火分裂后的神火本源？萧炎的声音很平淡，但是语气之中带着一丝霸气之意，显然已经打起了神龙族中那道3昧分裂后神火本源的主意。什么？你的这道黄色火焰竟是3昧神火？这怎么可能？萧炎简单的一句话，直接让神灵瞬间傻了眼，因为他知道收服3昧神火是有多么的困难，想要收服3昧神火，那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又感觉到萧炎并不是说谎骗人，刚刚那黄色火焰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的确与神龙族中的那一道分裂后的神火气息极为的相近。虽然有所猜疑，但是在听到萧炎所说的正是自己所想时，足以让神灵大惊失色。就算是一些天位神，也同样会如此。在整个万兽神界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天降火焰，分3火，而这3火正是3昧神火分裂出来的3道神火本源。虽说天降火焰被分裂出3道火焰，可是每一道的神火本源能量极其的强大，以至于这分裂出来的神火被封印后，如今也正在渐渐吞噬着他们族中万兽之源的兽心本源。就算他们神龙族的那位神龙大人亲自出手，都无法彻底的收服分裂后的3昧神火，唯有只能将其压制。万兽之心的兽心本源被那道分裂神火吞噬后，他们神龙族上下的神兽强者也同样受到了影响。就算神龙大人出手，也于事无补。这3昧神火的本源实在太过强大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听到萧炎说收服了3昧神火的其中一道神火本源时，会这么的吃惊。如果对方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此人的实力肯定极其可怕，就连神龙大人都无法收服的3昧神火本源，对方却是给吸收了。他现在可不会觉得说萧炎是在你弄虚作假，毕竟刚刚的那股神火气息的确与他们族中的那道3昧神火本源极其的相似，所以也变得无比的谨慎起来。望着此时神灵那表情，萧炎嘴角浮起一抹笑意道：只是收服了神火而已，也用不着那么惊讶吧。不瞒你说，在我的修炼之路上，我已经收服了几十道火焰，异火、圣火以及如今的神火，我也吸收了2道。虽然3昧还不是很完整，不过我相信应该很快我就能收服剩余的2道3昧神火本源。真是会开玩笑啊！你区区一个人类而已，竟然在我面前说冠冕堂皇的话。你只是运气好罢了，收服1道就已经非常的幸运，还想收服完整的3昧神火，我怕你的胃口会被撑破。此时神灵也已经知晓了萧炎的身份，在他的身上丝毫感受一丝神兽的气息，所以他不是万兽神界的强者，而是一位人类的强者。是不是玩笑马上就能知道了？想不想再试一下暮光之火的威力？面对神灵准天卫神的实力，萧炎必须利用暮光之火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虽然说这一次催动了焚神一火的力量，可是想要击败神灵也并非那么容易。不过萧炎却是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焚神的形态下施展出毁灭火体。毁灭火体是将体内的火焰能量释放到极致后，与自身肉体的相融，使自身相当于一朵移动性的毁灭火莲，举手投足可焚山可征海。但是这对神力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巨大，所以为了能够弥补自身实力与准天卫神之间的差距，萧炎也是第一次在焚神的形态下施展出毁灭火体。在众人那面露震撼的目光下，萧炎的气息竟是再度攀升了起来，他的身上也被炫白色的火焰所覆盖，犹如是一具火神一般，散发出无比毁灭的气息。让我见识见识神龙族天卫神之下的第一人究竟有多么的强大。萧炎全身包裹着炫白色的火焰，身影瞬间闪现到了神灵的身后，然后一拳重重的轰出，就连周围的空气都被那一拳上的毁灭力量所蒸发开来。而身为一名准天卫神，自然有着极强的反应能力。就在萧炎的这一拳即将击中的一瞬间，神灵催动体内的神力，并没有闪避，而是准备迎接这充满毁灭气息的强大一拳。双方的攻势直接碰撞在了一起，
一股破风声也在他们的耳朵边瞬间响了起来。可怕的攻势不断地吞噬着彼此，想要消磨掉其中的能量。而神灵这一次的出击也没有隐藏实力，而是直接将自身的全部力量爆发出来。强大可怕的准天位神力形成了数道风暴，对着四周席卷而开，然后在其上空再凝聚出一只巨红之爪，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更是让人无比的感到绝望。因为神灵的这一招，天位神之下无人能敌。就算是萧炎现在有了能够与自己可以抗衡的地步，但是他还是有信心，萧炎是无法逃脱自己这强大的一招。感受着对方这道神迹的力量，的确就算是萧炎自己都感觉到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不过好在萧炎手中拥有朱龙剑，而且朱龙剑乃是排名72大神器第9名，威力无比巨大，这也就成为了萧炎的一个可以击败神灵的手段。萧炎紧握手中的朱龙剑，自身的全部神力皆是灌入朱龙剑之中，一股无比浩瀚的神器力量开始疯狂地凝聚剑身之内，犹如是大海般的磅礴之威。一旦将这股力量爆发出来的话，便是能够压制在场所有神兽强者体内的血脉力量。此前萧炎就施展过一次，那效果也是相当的不凡，所以这一次萧炎在焚神异火的力量下，以及叠加了毁灭活体的力量，让自身的实力也达到了可以与准天位神抗衡的程度。不过就算是如此的层次，想要发挥出朱龙剑的全部力量，依旧是无法做到那般恐怖如斯的。虽然无法施展出朱龙剑的全部力量，但是就仅仅目前这一剑挥出去的话，也是能够让神灵体内的血脉受到压制。毕竟神灵也不是货真价实的天位神，依靠朱龙剑现在的力量，也能够彻底的将其压制。所以这一场战斗毫无悬念，应该是萧炎胜了。让你尝一尝朱龙剑的力量。萧炎的手臂震动间，金色眼眸锁定了对方那道强散发出无比可怕的巨大手爪。下一刻，朱龙剑便是朝着巨爪之上一剑挥出，随着朱龙剑的展出，一道巨大的龙吟之声便是响彻这片天地之间。然后一道剑光洞穿了那道巨爪，直接轰击在了神灵的身体之中。瞬间，后者便是感觉到自己的血脉力量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压制，面色无比的狰狞起来。该死，给我死！神灵气得满脸通红，眼球上布满着血丝，直接将神迹的力量施展到极致，疯狂地对着萧炎铺天盖地的笼罩而下。这就是萧炎想要的效果，他要的利用朱龙剑的力量，将神灵的血脉力量压制而下，他就可以对其发起一记猛攻，这样定是能够彻底的将神灵击败。神迹牵引归一尺。见状，萧炎也不再浪费一点时间，手中顿时出现了一道炫白色的巨齿，体内的神力疯狂地灌入神火横骨齿之中。在心念一动间，神火横骨齿凌厉地挥出，700道齿影瞬间浮现，每一道齿影上都散发出无比可怕的炙热气息。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只能发挥出800道齿影，想要将千齿无影彻底的爆发，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能够施展出700道齿影，就已经是极其可怕。一旦将这700道齿影归一尺，那么其威力更是强大可怕。最后这些足足有700道的齿影全部融合起来，直接化成一尺。当即萧炎的后背上空出现一道巨大的齿影，直接朝着那道巨爪轰击而去。天空中2道神迹狠狠地轰在了一起，爆发出无比惊人的能量冲击波，横扫八方，飞沙走石。反震出来的能量便是形成了数道风暴，不断的肆虐开来。下方的所有众神兽强者已经看傻了眼，因为能够与神灵拼得如此地步，恐怕天位神之下没有第2个人可以做到这般。看来这叫萧炎的人类的确很强大。盛康作为圣龙族的神之天骄，他自然也知晓萧炎的天赋，仅仅只是第2序列神的修为，就能够拥有着如此可怕的战斗力。如果是一名第1序列神佑或者是准天位神的修为，那岂不是直接能够抗衡天位神？不过能够抗衡天位神，那是不太可能的存在，毕竟天位神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去抗衡的，而且在天位神之中，很少神器可以做到越级挑战，所以在这个天位神的领域中，越级挑战几乎是不太可能。萧炎与神灵的神技对碰还在持续，不过待得此时，萧炎的神技似乎缓缓地占了上风，开始压制住对方的神技力量。这怎么可能？感觉到自己的神技落入下风之后，神灵的神色变得极其的慌张，不断地运转更多的神力。但是他的血脉力量被朱龙剑给压制后，再如何运转都无法弥补血脉被压制后的力量。如果再这样比拼下去，输的肯定是自己，所以神灵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拿出吞这一道神器。很快，一道巨大的黑洞出现，然后在黑洞中有着一道白色的漩涡，一旦被吸收其中，那么不死也得是重伤。给我吞噬！巨大的黑洞再度被放大，强大的吸力直接锁定萧炎的身躯，然后萧炎便是感觉到自己的身躯不同使唤般的正在靠近黑洞内。黑洞内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其中却是有着毁灭般的力量，这吸力竟是如此强大，就算我极力抗拒也起不到作用。看来，说着，萧炎的眼眸中再度闪过一丝白色光芒，然后整个空间都是变得虚幻的了一下。然而在那天际之上，竟是有着一道巨大的白色光柱刺穿黑洞。不过并没有这样就结束，因为又出现了第2道、第3道、第4道的白色光柱，不断的轰击在对方的巨大黑洞中，直接是照亮了其中的黑暗。与其说是照亮黑暗，不如说是这几道白色的光柱将吞的神器力量给瓦解了，能够瓦解排名第17的神器力量，
就足以想象萧炎刚刚所施展的白色光柱究竟是何等的恐怖。毕竟萧炎刚刚所施展的乃是幻虚神火的一道神技，幻虚空间。只要在这空间里，萧炎就是这空间中的主宰，能够主导这空间中的一切。当然，这只能是针对天位神之外的神器。如果是天位神的话，就算施展出幻虚神技，也无法达到这般效果。这一刻，不仅是神灵带着震惊，就连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都是惊骇连连。刚刚他们可是亲眼看见这吞的力量能够吞噬万物之能，而现在竟然在萧炎这一强大的招式下，顺便将本崩瓦解。这一幕卓然让他们不得不感受到震撼。他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够将排名第17的神器攻势都给化解了，真是好强大呀！圣龙族之人看得暗自咂舌，这一刻他们才明白，萧炎的实力已经远远超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其中特别是圣康，他的惊骇比起其他神兽强者更加夸张。与其说是夸张，更不如说是对萧炎的战斗力有着极高的评价与震惊。虚空上，数道光柱的能量也渐渐的散去，刚刚那足以吞灭万物的黑洞早已经消失不见，两道身影立于虚空之上。而神灵现在面色极度的惨白，刚刚施展出的2大底牌竟然都无法灭杀眼前的萧炎，这是他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强大对手，而且体内的神力也已经消耗了一大半，气息也是萎靡了下来。反观萧炎也是如此，刚刚施展了朱龙剑的威力后，他的神力也是消耗巨大，又施展出幻虚神火的神技，更是让他的神力也达到了极限。还想要继续吗？萧炎冷冷的声音传出。现在听到萧炎的声音，神灵的身躯都开始有着微微的一颤，他现在竟然开始惧怕起这位黑袍男子。而且从刚刚的对战中，不管自己施展出多么强大的招式，都会统统的被其彻底化解开去。虽然对方只是第2序列神的修为，可与之战斗的时候，那股力量可以堪比他准天位神的力量。虽然此刻对于萧炎有着忌惮，但是在听着萧炎那目中无人的神色，神灵也是银牙一咬，露出狰狞之色，对着萧炎吼道：小小人类竟然敢踩在我的头上，不管你有多么强大，今日我都要将你击杀。随着神灵的话音落下，他便是将自己的手指上划开一道口子，然后一滴鲜血便是浮现其上。而众神兽其中见到这样的画面，顿时一脸吃惊，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萧炎可以将神灵逼到如此的程度。那可是一位神兽的精血，只要取出一滴精血，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让自身的实力暴涨很多，可是自身的修为也会受到影响，怕是在几年之间都无法修炼了。一般都是在遇到紧急的情况下才选择出这样的决定。看来萧炎的强大也已经让神灵招架不住，必须牺牲一滴鲜血才能够让他有着碾压萧炎的资格。快阻止他，不要让他使用精血为代价的力量，不然的话你必败。一旦神兽的精血取出，将会获得数倍不止的力量，那股爆发力已经无限接近天位神的领域了。或许是萧炎刚刚救了圣龙族之人的原因。此时圣康见状事情有变数，立马对着萧炎提醒道。闻言，萧炎的金眸闪过一丝金芒，如果真的让其爆发出惊人的爆发力，就算是萧炎都得付出一些极其惨痛的代价。如果焚神9火的力量只能施展出1火，而1火的能量也只能对抗天位神之下，如果是无限接近天位神的话，就算是焚神1火的力量也无法轻松抵御，除非成功的收服了完整的3昧神火，激发焚神9火的第2火，那么到时候就算是一重天位神实力的对手，萧炎都能够拿捏。既然如此，我不会让你有机可乘。旋即，萧炎也准备施展出圣龙吟。这道神技在此前虽然有施展过，但是也就稍微的领悟了其中的一点，想要彻底的施展出其中的全部力量，怕是还有些困难。毕竟这乃是准绝世神技，威力不容小觑。此刻，萧炎的神境灵魂的力量已经悄然运转到了记住灵魂的识海中，隐隐间有着微弱1到2到3道吼声传出，但这些龙吟吼声却是极其细小，但是那声波节奏也是被萧炎给分辨了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龙吟吼声逐渐的传出来，萧炎的识海中便是有着极其恐怖的闷雷声疯狂的滚动而起。这些龙吟吼声开始融合，不断的彼此交缠着。在这样的交缠之下，虽然并不是很顺利，但是比起前一次的施展，速度已经快了很多很多。萧炎识海中的那些闷雷之声越来越沉，感觉仿佛要直接冲破萧炎的灵魂识海的壁障时，下一刻，萧炎的金眸陡然一睁，眼中金芒爆射，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神力以及焚神之力开始狂涌而起。很快，识海中的闷雷声急速涌出识海壁障，最后直冲萧炎的喉咙间，嘴巴微鼓。萧炎脸庞有些涨红，双手赫然结印，旋即嘴一张，顿时犹如雷霆般巨响的龙吟自其嘴中爆吼而出。无形的声波刚刚出口，萧炎面前空间便是泛起一阵剧烈波动，旋即龙吟声波闪电般的扩张而出，只听得轰隆巨响，寂静得天空上像是投放了炸弹一般，高达数十丈的空间声浪炸涌而起。最后在神灵还没来得及施展精血的力量前，那强大恐怖的声波早已经洞穿这里的虚空，直击神灵那震惊无比的身躯之上，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彻之声。龙吟疯狂的呼啸，爆发而出的怒雷炸响，以萧炎为中心点，滚滚席卷而出，就连整个万兽之德的空间都这股强大可怕的龙吟声波给差点的撕裂开去。
那神灵被如此恐怖的龙吟声波给掩盖而下，方圆10里的范围都能够模糊的听见。这足以说明次声波的力量极其的强大，不算离得很远的哪一些神兽强者，他们的耳膜也在一瞬间感受到了一股疼痛之感，导致了他们有着暂时的耳鸣。最后，神灵的面容格外的扭曲，不管是耳朵还是鼻子、嘴巴，都是有着血液溢出，而且就连双眼之中也有着鲜红的液体流了出来。他的意识也是在这一刻渐渐的消失而去，就算想要反击，身体也做不出反应，因为这一道声波神技乃是直冲对方的灵魂识海，直接将灵魂彻底的重创。神灵的神技和神器两大力量皆是被圣龙吟的声波力量给震散而去。萧炎也没有想到这道声波神技此刻变得如此的厉害，或许这就是准绝世神技的威力。刚刚这道声波神技也让得在场所有神兽强者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的胜利竟然是这位人类萧炎。但是在见识到萧炎的可怕后，他们也不敢出声说话，生怕一说话惹怒萧炎，直接被反杀。除了在场这些神兽强者在震惊之时，更令人震撼的则是圣龙族之人。他们对于萧炎刚刚所施展的声波神技显然感到有一股熟悉的感觉，在他们脑海中飞快的运转后，一道灵光则是闪现出来，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般。你们有没有觉得刚刚那一道强大的声波神技很像我们圣龙族的独门神技圣龙吟？盛康低沉之声自喉咙间缓缓传出，显然也被萧炎能够施展出他们独门神技的圣龙吟感到大为吃惊。要知道，圣龙吟就算是圣龙大人，如今也只能施展出一重圣龙吟的威力，而且萧炎还是一位人类，竟然也能够施展出这道声波神技，并且威力也如此的惊人，这怎么不让他们不感到震撼？他怎么会有我们圣龙族的独门神技呢？此时，圣龙族的另一位男子手指托着下巴疑惑起来。这里乃是万兽之地，恐怕他应该也是从中获得了我们圣龙族先祖的传承。因为我从对方所施展的圣龙吟来看，对方在施展的时候有些极其的生疏，就连一重圣龙吟都还没完全的掌握，只是领悟了一丝皮毛而已。圣龙族的另一位女子则是开始对萧炎拥有圣龙吟声波神技进行分析。闻言，盛康也是微微点头，既然对方有着如此机缘，他们也只能认可萧炎的确是一位天赋异禀之人，并且身边的机缘都会向他靠近。还好萧炎只是略微领悟了一点点的圣龙吟，不然的话，那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怕是更加的惊人无比。那么届时可不是重创，而是能够直接硬生生的用声波阵的神灵瞬间陨落。所以萧炎在施展出如此强大的声波神技时，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体内灵魂都深深的感到了剧颤。如果这一招萧炎是针对他们所有神兽的话，恐怕都能够直接被这怒雷般的圣龙吟给生生的震死。这一吼之力竟是如此的恐怖如斯，也不愧是圣龙族的独门神技。被圣龙吟震的重创灵魂的神灵，此刻重重的摔在了地面之上，砸出了一个巨坑，而且其身上的气息也是萎靡了下来，极为的微弱。如果没有及时救治，恐怕也是有着生命危险。见到神灵被击败，一直与祖逖和祖双双战斗的两位神龙族的神奇强者，当即一掌轰出，击退祖逖、祖双双后，飞快的直奔神灵身旁。不过祖逖和祖双双二人怎么可能会让其二人救走神灵？当即直接将体内的神力催动极致，电光火石间，他们的身影便是阻拦了对方的去路。想要救，那么也得看你们二人有没有那实力。祖逖的声音极为的响亮，在萧炎击败了神灵之后，他们的气势瞬间暴涨。虽然他们也知晓萧炎的战斗力很强大，可是就连他们都没有想到，萧炎竟然真的能够击败神灵这位神龙族的神之天骄。给我滚开！神龙族的那两位神奇强者见状自己的去路被阻拦，一声愤怒的咆哮声响起，虚空上双方再次战斗在了一起。他们也是将神力催动极致，毕竟皆是第一序列神的实力，所以他们也不敢有所怠慢。每一次的撞击都是能够让空间扭曲，强大的能量无情的被涟漪动荡而开。神灵还有着一道微弱的意识，他那双眼震撼地望着萧炎一眼后，剧烈的咳嗽了一声，心中惊骇无比。刚刚那道声波神技竟然是圣龙族圣龙吟，你为何会有这般独门神技？神灵不断地思索着，虽然想不明白萧炎为何会有圣龙吟这道独门神技，不过能够让一位人类成功领悟出他们神兽所修炼的神技，而且施展出的力量更也是无比的强大，况且还是在还没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就如此的恐怖。如果日后这萧炎将圣龙吟的这道声波神技修炼至2重、3重的话，那么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怕是能够轻易的越级挑战比自己更强的对手。如此可怕的天赋，此时此刻就连神龙族的这一位神之天骄都感到羡慕嫉妒。你竟然知道这是圣龙吟，那么今日你应该也知晓自己将会命丧于此吧？萧炎的声音很平淡，丝毫感受不到因为击败了神灵后的那一种胜利喜悦。因为萧炎可不是击败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就觉得自己很强大很高傲的那种人，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人，比神灵还有自己更强大的神奇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这不是萧炎所高傲的资本。如果这样就高傲的话，那么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永远都要记得，高傲不可取。你敢杀我？如果你杀了我，你就不怕日后神龙族会找你报仇吗？
我可是神龙族的神之天骄，如果他们知道我死在了你的手里，你觉得你还能活着离开万兽神界吗？见到萧炎竟是要对自己下杀手，神灵的心都是揪了起来。他乃是一名准天位神，达到如今的程度，神龙族的资源都给予他很多很多。如果今天真的陨落，那么神灵自然会极其的不甘心。可是对方却选错了对手，如果换作是别人的话，或许神灵说这些话的时候还的确有着效果。可是他现在所要震慑的对方乃是萧炎，所以这一切都变得不太可能。你觉得我是被吓大的吗？竟然用神龙族震慑我！我来万兽之德的目的很简单，和你一样，夺取万兽之心。到时候你这神龙族也得向人低头认罪吧。见到萧炎不仅没有被自己的话语所震慑，反而还直接与神龙族为敌，在万兽神界中能够这般魄力的，除了萧炎，怕是无法找出第二个人了。